你才23岁，你怎么回事啊？这个其实看着病很多，其实都是各种小毛病。痛风很可怕哎。是有点可怕。您有吗？不是，我有听朋友讲说痛起来真的是想死。我以为看见病友了呢，我以为。哎，这有病历本，直接看病历本吧。还有鼻炎，急性肠功能紊乱，这是什么啊？这是治牙的。哎，感觉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好的。邵班主，你是得了什么病啊？你的身体是出了什么状况吗？生发钉。真气人！原来郭麒麟也有脱发的困扰，现在头发不会是偷植的吧？营养药，一个奇怪的软膏，寺庙丸，这是治疗痛风的药。邵班主，你的痛风会不会和喝酒有关系啊？难不成是跟于谦老师一样喝酒喝多了吗？太让人气愤了。他连病历本都让你拍吗？对啊，那个病历本是剪辑出来看了只有2-3页，但我当时真的翻了很久，病真的很多，就是从上到下都有哎。所以你现在是全世界最知道他的病的人啊，倒也早就忘记了。你才23岁，你怎么回事啊？这个其实看着病很多，其实都是各种小毛病。痛风很可怕哎。是有点可怕。您有吗？不是，我有听朋友讲说痛起来真的是想死。我以为看见病友了呢，我以为。是，确实是，当时我浑身颤抖，但只犯过一次，而且那次其实我也不是说经常喝酒的人，那次我觉得是由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而且确实体内这个嘌呤确实高，而且痛风是会一直发作的。是，后来就偶尔会感到有些疼，但是没有那天那么严重。对，令真大人有痛风？没有，也没有。你身体是不是比你爸还差？也要不怎么要老二呢？这玩意儿，抓紧要盖胎吧。23不能叫夭折了吧？没事，费点劲了啊！意外修的。因为你不是一直在等你爸吗？要等他的钱，你这样我怕你等不到。我让头里等他去吧。也没有，反正这都是多种因素，而且他也不是什么大病。您看到今天我眼睛还稍微有点红，就我之前曾经得过结膜炎，然后现在可能又有点要复发的意思。就是我得的这些病，平时看不出来，只要这免疫力一下降，然后它就都冒出来了。你们觉得是因为他没有人照顾吗？有关系吗？如果知道他生病的话，你们会冲去他家照顾他吗？不会。你们是真粉丝吗？我都应该说似的，我照顾他，我要嫁给他。会不会报警？你们现在知道他这么多病之后，还深爱他的人举手。好，还是一下，还是有人性，会早一点得到财产。你干嘛把病历本放在桌上让我们拍？不是，我是怎么着呢？我没有刻意收拾，因为我都是比如去哪儿看病，看完回来我就都放在桌上，我可能放这儿，我就都堆满了，然后病历本也都搁那儿，我就没有收拾。就因为我桌上我家里没有什么需要去藏的东西，说千万不能让大家拍到的东西。可是单身男子的住处除了游戏之外，有一种休闲的东西完全没有拍到吗？走了，人走了。什么呀？休闲的东西。他家有粉色的拖鞋。粉色的拖鞋。哎，你拍了吗？你们应该有素材吧？啊。哇，哎，这真的有女士拖鞋，这真的是女士拖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可以列为我们带回现场的东西，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女士拖鞋。所以粉色拖鞋是你穿的吗？不是，给助理穿的，给助理也我助理脚太大。化妆师是当时我租这房子的时候，因为不是我出面嘛，是我经纪人出面帮我租的房子。然后我经纪人呢是个男的，他又非常懒，然后他有2个好姐妹，然后这2个好姐妹就上我家帮我收拾房间。然后呢，他来我家，因为我家没有女士拖鞋，然后他就自己带了一双，因为穿那个就这种鞋在家会太脏嘛。然后带完他就没带好。然后以后如果说上我家串门来呢，也方便直接穿自己的了。这题好长。对，这么无聊的一个问题，你怎么可以解释这么久？不是，确实就是这个，因为不是我穿。哎，这么解释你们就相信了吧？对，我们很恨我们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一题？请问你一天要吃多少颗药？我一天其实就不吃药。
我得了病都是抹一抹，吃一吃，看快好了差不多我就不吃了，我就想不起来，我就懒了。然后稍微身体舒服一点就开始酗酒，是不是？不舒服也可以酗酒，不分有没有身体问题。你是会喝到真的断片吗？那倒不会，我不会喝断片了。所以不会做出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对，你喝醉可以上台讲相声没有问题。那我师傅还行，我差一点。于老他行，我不行了。哦，对对对，你们上台前如果过于紧张，可不可以偷偷小喝一杯？不会啊，不会，真不喝，这是我们班规当中严令禁止的。但是下了台可以狂喝。对，你只要不耽误演出，其实你怎么喝都没人管你的。啊，我听过一个传闻，说你保持你的好朋友大概10个人左右，差不多，有时候甚至都没有那么多。然后好朋友来你家之后，只要坐了半小时，你就希望他们走。对，就是他们不来的时候，我好期盼着，哎呀，你们快来吧，快来有人陪我吧。然后到家待了一会儿，我就觉得，哎呀，快走吧。为什么？就是感觉够了。你是不是觉得还要想话题跟他们聊很累？对，反正就觉得自己在家待着很自由，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我可以说话，可以不说话。那你就不要叫人家来啊。不来我又很孤独。他刚搬出去那阵儿，家里就一个床，没有任何的家具，就是你来他们家就得躺炕上。你说连客厅的桌子、沙发都没有？他那阵儿说，反正就说家里就一张床，我有沙发，他不拍着他坐哪儿了？不坐沙发上？原来嘛，原来也有沙发，原来有，而且不但没有椅子，也没有衣橱，哎，是用那个衣架直接挂吗？不，是因为衣橱实在挂不下了，所以挂在外边了。哦，所以你衣服是多的啊？对，都在里面。他那个衣橱我觉得很小，然后基本都挂不开了，我才挂在外边。你去毛不易家是一起打游戏吗？不是，其实就是上他们家喝酒吃饭。然后聊什么？我们聊的太多了，就是什么天南海北，聊一聊工作，聊一聊艺术。这个看能不能挖掘出我作为想成为一个音乐人的梦想。我再看看他有没有相声梦。听说你跟毛不易想要开一档节目啊？对，我们就假象吧，花花万步。我假象。所以你们2个人是觉得很合得来，要主持？对，我们俩就是比较聊得来，然后呢也想，做一档这种类似于访谈也好，还是说上家串门也好，反正就类似于这么一个节目。所以你很想访问别人哦？就是很愿意和别人聊天。你没有啊？你不是30分钟之后就想要把人家赶走吗？所以我们节目就30分钟，时长都想好了，剪出来大概5分钟而已。我是前30分钟，后30分钟就毛不易来问，30分钟立刻对来宾生厌。对，说请你离开我们现场好不好？送客。你最近都在上声乐课，对不对？对，前一段时间。你是不是最近说有放弃相声呢？为什么要放弃？他半年来都在演戏嘛。啊，对，就是这半年没有相声表演。没有相声表演是因为没有人邀请，还是说你自己拒绝表演？首先是我这段时间就是上半年不太想太多的去表演相声，因为本身我们德云社相声演出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何必自己跟自己去竞争去 PK 呢？你演戏的时候也是讲话这个声音吗？我演戏那就得看角色了。你可不可以用正常的语气？就把北方口音拿走的话，就比如说你要跟他讲说，小美，我真的深爱着你，可是不要用相声的口音说。可能我可能说话偏北京是吧？就是小美，我真的很爱你，是这意思吧？那不能这样，小美像帮卡通配音的啊，小美，你不能这样。其实说话也就是正常，像人话一样的说，就都 OK。咱说都不是人话，我跟你说。那个烧饼，我可不可以听你讲一下？因为我觉得你讲话也是很相声啊，怎样？是要怎样？好，我们除了客厅也拍到了其他的部分，我们一起看。女性关注单身男性排名第2的区域，厨房。好干净哦！当当当，全是饮料，挺整齐的，酸奶、苏打水、草莓味的，很少女。哇，少班主这么大的冰箱，竟然只用来放各种饮料。哦，这还有辣椒，很多辣椒酱。哦，哎，这种好像是自制的辣椒酱。哇，这是长毛了吗？他还爱吃豆瓣酱，应该已经坏掉了吧？老干妈，
哇，全是酱类哎，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也是17年，也已经过期了。17年也过期太久。唯一算得上菜的东西，7颗鸡蛋。我们看看下面，再来。哦，哇，这层我发现了宝藏哎，红肠、腊肠、风干肠、粘豆包。香老师应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吧？这是粘豆包，就是拿蒸锅蒸出来以后，它会黏黏的，然后非常好吃，给大家推荐一下。是像纳豆那种东西吗？这是东北的特产。哇，这么大的冰箱也没有什么可用的食材，哎，有的隔层还是空空的。小班主啊，你都不做饭的吗？但是你们现在往这儿看，我其实一进来我就很想说，1口、2口、3个，电饭煲、面包机、华夫饼机、锅一排横扫过去，全部都是锅，但是却没有任何的食材。那7个鸡蛋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真的很辛苦哎。对，哇，端午节的粽子。怎么了？太久了吗？这已经多少天了？哦，是有点久，好像有点馊掉了。买这么多小家电放在厨房也不怎么用，也太浪费了吧？小班主，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而且这只是表面的一层，它后面我再打开下面的柜子，都是锅吗？对，全部都是，就各种各样的电器。还是说其实你非常爱做菜？我非常喜欢收集这些个东西，收集锅子。收集各种家用电器，收旧家电，包括吸尘器跟扫地机器人这些吗？对，我都有。就是我非常喜欢，非常憧憬智能生活。不会一个人的时候还会跟人工智能聊天吧？那我也太孤独了，我怕30分钟之后我让他走，我指着扫地机器人，你给我走，上外边扫去。所以你现在心目中还有没收集到的？就是很先进梦幻的家电，梦幻家电吗？其实也有，比如说像净水器。我不喜欢这段访问，可以不要聊这个吗？你这个人真的很莫名其妙。什么叫做我喜欢净水器？这有什么好聊的？好，我要问那个过期的酱是怎么回事？那个酱吧，就是看那个豆瓣酱啊，那豆瓣酱其实是一个瓶儿。哎，你有发现他真的很喜欢解释，他每个事情都从头讲到尾。这真不赖他爱解释，真赖你们爱问。对呀，这个很简单，就是忘扔了，或者说就忘记了日期。他们是真爱问这些无聊的事。不是，你干嘛猛买酱料？你如果会忘记，它不是豆瓣酱，你们以为它是豆瓣酱，它不是豆瓣酱。它是豆瓣酱的瓶儿，里头是我姑姑给我做的炸酱。是我吗？我不是你姑姑吗？不是，是我那个姑姑，有血亲的姑姑，亲姑姑是不是？奶茶，因为我们呢要帮他清理一下厨房，所以你是不是带了什么东西来？是锅子，我认为很没有用的东西。我认为它很有用，所以你可以明确叫出他们的名字吗？可以。这最上面那个锅是我最得意的，那是你发明的？不是我发明的，是我买的。那个是我打算拿它来那个吃火锅的，家用火锅。真的有吃火锅吗？有啊。要不怎么痛风的呢？对呀。啊，讲一个你最对不起他的锅。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看一下啊。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蒸蛋器，对，蒸蛋器啊，它怎么了？蒸蛋器，因为我从来不拿它蒸蛋，不能蒸鱼，就只能蒸蛋啊，那没有那么小的鱼啊，不是只能蒸蛋，这会不会太它里面就有一个位置，只能放一颗蛋是吗？二位主持人这么比我们都年长，不知道蒸蛋器是什么，需要我们俩孩子给您普及，没有必要吧？什么锅子都可以蒸蛋，你为什么要买一个只能蒸蛋的锅子啊？就是因为它卡在里边，它不会跑。我一看，哇，它只能蒸蛋。这 totally 是一个废物哎。还好，其实还好。好，现在请 S 帮我们决定要走还是要留。我决定。我非常憧憬智能生活。它最上面这个锅是我最得意的，我从来不拿它蒸蛋。走。这些锅子当中，你是全部都想要帮他淘汰，
不要，还是你想要淘汰其中某一个？我看那个蒸蛋机真的非常不顺眼。小饼有解释，他不会跑。其实你放在很多地方蛋都不会跑。算了，这题我们就不要多聊了。我觉得微波炉要留给他微波炉要留给他。因为他如果是不煮菜的人，他可以买那些微波食物。但其实微波炉没事儿，我这微波炉有残次，这4个腿儿有一腿儿不稳，这微波炉老所以是一个残缺的微波炉啊。我买了之后，我也没想到是这样的。所以要让他走吗？别走了。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咖啡机吗？那个？对。哦，咖啡机应该常用吧？每天早上起床会自己弄咖啡，是不是？我今天本来想用的，但是你们拿到这儿来了。我是每次有通告啊，要工作之前喝一杯，但是我今天在找我，只要是他如果没被拿走的话，你每天都自己弄一杯咖啡，用那个机器。工作时候我是拿它当中药喝。李鼎对这些东西的意见如何？我觉得蒸蛋器，还有那个微波炉，还有烤面包机，实在不需要。所以有3个电器是吗？对，不是这个可以后着吧吗？啊，我们看到在来宾的前面呢，也有一个灯。如果他一定要把徐熙娣所选择要拿去咸鱼的这些物品给留下的话呢，他可以按上那个灯。不过他只能够使用1次这个。他要是给我微波炉弄坏了怎么办？本来就坏掉的。啊。所以你要把这个宝贵的机会留给这些电器吗？还是先让他们走？是这样的 ，S 姐可以扔我仨东西，我只能保留1个是吧？而且不是这一批哦，是等一下的也算在里面。我们还拿了别的东西来。还有啊？不是，那先等等吧。是霸王条款。而且我劝你现在先不要用到这一次，因为等一下有很了不起的东西。等一下可能有你更珍贵的东西，因为你爸等一下会出现。我爸坐不进那车。好，刚才我们看到麒麟的家里面一个人住的模样，那你自己对于择偶的标准跟令尊对你择偶的标准有没有差很多？其实我爸对我择偶还真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现在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赶紧、快结婚。你才23呢。我师傅想50岁抱孙子。好，所以你的择偶标准也是随便吗？你心里一个那个有没有明确的那个想象？明确的想象，因为这东西它没有办法具象化，就是说我一定要找什么样的，它完全是在乎于运气。所以你今天来的这10位粉丝代表里面，谁最靠近？都别这么期待的看着我。现在没有这3个小家电还愿意嫁给我吗？更愿意，我告诉你。我买了补给他们。哎，如果那个女生是完全不听相声的，而且讨厌相声的，可以吗？很好啊，太好了。我们倒希望找一这。这说明是完全就认可我的人格魅力，和我的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请问相声是可以现在 cue 你一段，你就可以讲1小段的吗？不是，其实也不是，我们都需要准备的。我们看似是即兴表演，其实都是有固定台词的。哎，我听到传言说有一首王菲的歌，你唱起来非常非常好听啊。执迷不悔。哦，就算了吧，以为他们要 cue 你相声，结果 cue 了段歌。其实现场来段相声也行。所以如果他唱的那么好听的话，我们一定是不要让他唱。我一猜就是。他哪一首歌唱最差？好下面啊！真的要听啊！这一幅扇面画的北京城，北京城来实在威风啊！里九外七皇城4啊，九门八殿一口钟，3公路圆花朝廷，文武官员列摆西东啊，就这意思吧。唱得很好啊！你们怎么说他唱不好？很好啊！哦，这是一个民间小曲儿，我当时就第一次唱是11年、12年的时候，我当时很小，然后在舞台上，对，我不敢唱，因为我在舞台上很少唱，然后当时还是一个很大的场面，然后大家都看着我，让我唱，我就一下就不行了，但还是坚持把它唱完了，不像我们其他演员，有的直接就不行了。所以你刚刚那样算扳回一城了吧？也就那样吧，因为这调我就不太喜欢，我一直不爱唱，就是我觉得不好听。你是不是很想唱《执迷不悔》？
这一幅扇面画的执迷不悔呀。好，我们要继续看郭麒麟的家。这是什么？为什么一个人生活要用这么多餐具？真的好精致哦！哇，全是筷子。天哪，囤积了这么多的一次性筷子，好浪费啊！少班主，你囤积这么多筷子要做什么呢？少班主，你还是赶快来解释一下吧。我觉得应该是叫外卖会累积很多筷子，是不是？可是这很不环保哎。是这样的，因为我点外卖吧，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多点一点，因为我是这个菜想吃，那个菜想吃，我可能都吃不完，但是我就都要尝一尝。2个人可能就得点3个人的量，3个人就点5个人的量。那你想，3个人只能用3双筷子，点5个人的量，他就给5双筷子，就久而久之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一开始也没有这个意识，但我现在我就每次下单的时候都选择那个无需餐具，对，因为其实我自己也买了能够重复使用的筷子。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浪费的人哎。有吗？而且你就是吃不完的东西，你点那么多，那食物不就浪费掉了吗？姑姑在训话了，说得好。而且药你也不好好吃，药都浪费了。对啊，你这样痛风怎么会完全性的根治？这浪费就浪费了，不用把药都吞下去，拌饭吃。为了怕浪费，哎呀，本来都好了，算了，这还有半瓶，来，干了，别糟践了。来茶，筷子有来吗？都带来了。啊 ，OK， 来出。全部都是，其实是一小把，我那个抽屉啊，装满一抽屉就拿回家一次。所以这还只是小部分而已，是不是？第3抽屉了。你这样子真的给你妈添麻烦哎。还好啦，因为我师傅家人也多。对，哦，用得上。可是你觉得郭德纲老师请吃饭会拿这个筷子吗？啊会。真的假的？那就拿出来大家伙用嘛。如果放着的话就浪费了。嗯。好，所以这个请你按钮吧。自己也买了能够重复使用的筷子。郭德纲老师请吃饭会拿这个筷子吗？啊会。好 ，S 宣布这个也要上咸鱼车。烧饼，你觉得郭麒麟是一个省钱的人吗？省钱啊，可抠了。抠在哪儿？我们每个人都抠。没有啊，我出去请别人吃饭从来不抠啊，是不是哥？你别犹豫，你别犹豫。现在也挣钱了，原来不挣钱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出门就没有让师弟结过账。对，做哥哥是不是？你从几岁开始家里面会给你零花钱？家里不给零花钱。然后呢，我爸我妈不给，我也不好意思要。啊，然后就一直这么坚持到我参加工作。那你小时候没赚钱的时候，他不给你零花钱，你怎么过生活？就过年的压岁钱呀。但是压岁钱1年收个10来万。我交的都什么朋友啊？这都是上哪儿认识这么些大款去我？可是大家冲着你父亲的面子，就会给你很多压岁钱吧？对，那确实是，那就很好啊，你就分配着用，对吧？对，所以我父母就通过看给我压岁钱多少，决定这个朋友好不好。他们会问吗？我会主动说。就是如果收到太大笔了，你会觉得有义务要报告爸爸知道。太大笔就不说了，太少了会报告。这都什么？所以你目前收过最少的红包是大概多少啊？最少的红包啊，那很早了，那会儿就是10几块钱可能。谁给的呀？是名人吗？不是，就是我们师兄弟儿啊。那会儿确实有的师哥也不赚钱，那会儿其实大家都没什么钱，比较大方，这给你个300、500的，人家确实没钱，但也看也不好意思，也得给，凑凑合合的就。所以说在德云社工作很难啊，没有钱硬给你啊。所以他现在走进德云社，大家称呼他什么？有的跟他关系一般的，就管他叫少爷。少爷。我们从小一块长起来就是琳琳、大林，所以我们影片里面称他为少班主，没有人这么称呼吗？没有人叫少班主，没有，对，谁说？因为现在俩少班主了。对对。哎，对你现在，他有弟弟，
你有一个弟弟了耶。对对对，所以你现在有人要跟你竞争了耶。他们净挑唆这种问题。不会了，没有了，我这不现在攒了这么些东西，都让你们给我捐了。对，而且弟弟比你小19岁，对，他15年生人，我16，我0696，所以他青春茂盛的时候你就已经老了耶。还好吧，19岁，他青春茂盛，我也才不到40，所以你跟他怎么相处啊？没啥相处，因为现在不住在一起嘛，有时候回家就串着门。你是因为他才不愿意住在一起的吗？也不是，我是因为我爸住确实太远，影响我的社交。所以那时候不是他一出生你就搬出去了吗？他15年出生，我17年才搬出去的，所以还是忍了2年。对，实在是没忍住。哎呀，气死我了！你当时说要搬出去，难道不怕爸爸误会说你是？这是一个调解节目吗？这是一个家庭访问调解节目。问题是你现在原谅不原谅你爸爸？好，棍儿一打开，我爸站这儿来抱我。父子相认，郭德纲今天被 Q 了好多次。哎呀，我问你啊，你第一次知道有弟弟这件事情是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是有一次我和爷爷奶奶在一起，然后就是我们一家子，我爸、我妈、我爷爷、我奶奶，我们5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爸说的。所以你爸说的语气是哪一种？很兴奋，还是说有点小心翼翼，怕你受伤？那个就，你看我模仿一下我爸当时那个动作，就这样说，然后就这样说出来就，然后爷爷奶奶很高兴。他不是得意的吗？那怎么？那你当时怎么反应？立刻拍桌离场吧。没有，也没有。当时就啊，我也觉得就是啊，是吗？哦，这样啊。但是凳子都捏碎了，是不是？越坐越矮，越坐越矮。你总得说一个太好了吧？哦，我说啊，好事，挺好。那你有买东西送给你是弟弟吗？弟弟，买了，但是没用过。是转过年来，然后我妈过生日，我就想送我妈什么东西好呢？然后呢，我就有师兄弟出主意说，你不如给你弟弟买一个，因为现在你妈刚生完孩子，肯定重心都放在孩子身上，你不如给你弟买一个，就也算是给你妈买了。我就给我弟买了一个那个，算是小摇篮那种的，就因为他很小嘛，刚出生2、3个月，其实那个应该拿到这儿来，家里现在没用。对，就是一个小摇篮，然后它是电动的，然后这个摇篮能在这儿晃，对，在这儿晃。当然也没有说能一直晃得那么剧烈，那可能是全身的憋坏。如果是你送的大风车，你看嘛，他自己心里有在想这些事情啊。我们都没问。加一个电击，哈，死亡飞车，我死亡飞车，不去你的喽，酷奶啊！好不容易订到一个，让妈妈开关开了以后，这不能用，赶快收到旁边去。没有，就买了这一个，然后呢，就一直放在家里的地下室吃灰。所以弟弟现在已经会讲话了吧？会讲话，会报警了都，会叫人了，什么玩意儿都？快把我哥带走，背起来。好，我们看看还拍到了什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厕所，就是像我们跳舞的人，很多时候我们编舞会在哪儿编呢？厕所，是认真的在马桶上。我觉得麒麟哥应该会在这个马桶上想出很多段子，我们的创作来源可能都是在这个马桶上。不过他这个是……天哪，少班主，你那个小凳子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不会是什么高登新产品吧？还是你有什么隐情呢？哎，他的洗漱台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东西还蛮多的。哇哦，没想到少班主是一个精致的猪猪男孩呢。它这里面东西真的很全，爽肤水、洗面奶、刮胡刀、剃毛器。哎，不是，但是它这里面东西真的很全，但有个很恐怖的事情，就为什么没有牙刷呀？怎么可能？可是你的牙刷上哪儿去呢？哎，少班主，你是靠嘴吃饭的呢，不刷牙不怕会吓到观众吗？我们真的找不到牙刷吗？我那天不是出门了吗？我是一个电动牙刷，我现在到哪儿我都习惯自己带牙刷，因为我用别的我怕把我牙龈那个捅坏了。你牙龈也不好。对，别问了，现在我这人就该扔了，知道吗？都烂了。你搁那闲置车上，我跟你说，我坐上。
怎么可能问出这题来？因为牙周病也是很难受的啊。对，最近这也是找不着对象的一个原因啊。所以你不用的锅子那么多个，你用的牙刷却只买了一个。电动牙刷还买6个吗？好多刷头其实是。OK。所以你是随身携带，只要吃完饭就刷牙，是不是？那倒也不是，就晚上睡觉前刷牙。除了，好像保养品都挺正常的，对吧？里面有很奢华的东西吗？还是都是最基本的？很全面吧。像剃毛器这种东西我是没有。是剃鼻毛还是？对，剃鼻毛。他家客厅其实也有一个剃毛器在。也是剃鼻毛吗？对，也是剃鼻毛的。因为病历本里写了有鼻炎啊，所以可能需要注意一下。那是客用的。给客人规矩太大，客人来家里一边聊天一边剃鼻毛吗？来一下，什么规矩这都是。所以剃鼻毛是怕上台被看见。应该是。其实原来也不怕，但现在吧，就好多人拿那个镜头照得太清，特别近。所以你是有看过有露鼻毛的照片在网络上，是不是？不是通过那个看，就身边人说，哎，我就是比如说我们俩这个距离，哎，你看现在就已经出来就这样了，然后我觉得可能有点多。所以你们两个都是很 care 鼻毛，不要就是外露的人，是不是？我还好，随便露。别太不好听，哪有这样的人啊？这儿编俩辫子出来，二龙吐须了，好家伙，跟胡子编一块。好，我们看看还拍到了什么。嘿，这是一个储藏间。储藏间好大哦。哇哦，终于来到少班主的储藏间，可是这也太干净了吧！娃娃，好想知道是哪位田螺姑娘来打扫的呢？让我们来看看储藏间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吧。它有很多电子设备，就有光、三脚架、做直播吗？镜头，这边。男孩子房间里有娃娃，它不只是娃娃，它是故事，它是一段回忆，它是一首歌。这边更夸张，看一柜子的书，而且你们这么看不出什么蹊跷，你们要从这边开始看。爸爸调色盘都是一些很萌的名字，然后你再往这边看，就开始到初高中文化水平了。《暮光之城》《西游记》《唐诗300首》《宋诗300首》都是我们初高中看的书，然后再往这边看。更高深了，鲁迅全集、莎士比亚全集、老舍全集，但是全是没拆封的，所以干嘛在这当壁画用吗？哦，好书啊！康康老师的情商课，大家多多了解一下，多多支持。晚上替我带去的吗？好，哎，他真的买了很多重复的书，哎，《牧羊少年奇幻之旅》也是同样的，他买了3本。哎，他同一本书会买2本，演员力量也是啊。为什么同一本书要买这么多本？难道是要送给不同的女生吗？哎，等，演员的力量，少班主是真的不打算说相声，要去演戏了吗？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个衣柜，哇，这真太酷了，长袍，哇，长袍马。少班主的大褂真的是色彩缤纷呢，真不愧是我们的德云大小姐。下面的话看一下。咦，这个抽屉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醒目？说相声的家伙事儿放在储藏间，少班主，你真的是不打算再说相声的吗？哎，这个快板怎么会有名字呢？奶茶，你好像发现什么不得了的秘密了。少班主，你还是赶快来解释一下吧。终于拍到了相声界的东西。是，我以为你们上台的袍子的颜色有分辈分，跟就是舍得与不舍得有关系啊。就比如我舍得花，我就想怎么做怎么做。如果你的长辈穿黑色，你穿鲜黄色，你这样不就是太抢眼了吗？都无所谓的。所以你跟前辈上台的时候，两个人不会互相打量今天穿什么。我们可以提前去商量一下，其实会尽量选择就是颜色能配一点、靠一点的，其实会好一点。那如果讲好就是颜色配一点，可是后来你事后加了很多亮片在上面，好是吧？我缠一圈 LED 灯，可以用华丽的纹路吗？龙纹啊什么？可以啊，但其实这样是不利于你表演的，因为你只靠嘴，我没有服装，没有道具，你再穿一个抢眼的衣服，那观众更老注意你这衣服了，你说什么其实他都不在意。对，那些颜色鲜艳的你很少穿。原来穿的可能多一点，现在少了。而且那个柜子是我大褂当中的一小部分，是我现在还能穿的。我原来有很多我胖的时候的，我小的时候的大褂我都叠起来放在
其他柜子。所以你们不会觉得自己穿了大褂之后变得比较帅吗？但大褂确实帮相声演员加了不少分啊，加了不少分，因为它能够遮住你身材上的一些个弱点。那你们何须要减肥呢？是因为实在遮不住了，遮不住啊！对呀，大褂不是把脸盖上吗？啊，对，我给你看他们这一团减肥的成果。OK， 好。哦，这是你吗？以前长这样，对，是我。所以你们见过他这个时候吗？那个时候还没喜欢他吧 ？No。你真的很现实哎，你们那时候已经讲相声了，对不对？对，我从10年开始讲，这大概是我13年、14年。你有没有变瘦？你的相声的表演方式是一样的。对。那观众群有因为你变瘦而增加吗？有。所以你的减肥方法是健康的吧？就还算健康吧，反正起码吃的得少一点。看看。我这有点过分了，有点，就是有点黑照了，有点，稍微好看一点，知道吗？你们俩胖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哎。你对胖子觉得都一样吗？就是都是就是单眼皮这样，对啊。你刚才是不是同一个人嘛？我不是在笑吗？可是长得一个笑一个不笑而已啊。而且他摆出那种就是也是男偶像。没有啦，因为他来我们节目以后一直在笑，可是拍照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些忧伤的样子啊，偶像的表情啊。啊，所以你可不可以嘴唇微张，摆一个不开心的样子出来？假装你在拍时尚大片儿。不行不行，你眼神没有灵魂。可能因为看的跟摄像师不一样吧。看到 S 姐实在是没有办法专注。我就想这个讨好一下 S 姐。哦。一会儿就少问我点尖锐问题，是不是？尖锐问题也差不多了啦。对。那烧饼要不要来个时尚大片的表情？那是刚出狱吧？愣 Q 我！我的观众都是这个，因为我变瘦了之后，逐渐在减少。那怎么办？让观众变少嘞？所以该结婚就结婚吧。你们相声的 opening 是有固定的吗？这是第一句要讲什么？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啊！上来得客气客气嘛啊！观众给你鼓完掌，你就得客气。今天又到我们哥俩给您表演了，所以一出场大家一定会给掌声。因为我们毕竟也演了这么多年了，大家伙儿都万一是一个初次上台的人呢，大家都不认得，礼貌会是礼貌性的。啊，奶茶，你有带来了什么？有把他的醒目给带过来。好，我想见识一下，麻烦你。这个徐熙娣见过本人吗？没有。这是别人可以随便乱摸的吗？可以，没关系。所以醒目是用在哪里啊？可不可以示范一下？就敲嘛，就是在台上，其实拿法都没有特定的要求，说一定要这么拿也没有，就是为了起到一个压言的作用。是在演出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刚进场，还没有冷静下来，可能头里说几句定场诗什么的，然后到最后拍一下，哎呦，别没坏了。我觉得我们节目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大家晚安。啊，对，可以。就你爱什么时候敲就什么时候敲。对，也可以老敲。一天呀，我们呀，这个节目啊，为什么弄这么多块呢？所以一个人大概只要2块就够了吧？哎，其实没有都可以，没有都可以。烧饼，你有几个？我有一个我师傅给我的，然后自己还偷偷的做了2个。你偷偷做干嘛？我万一要有徒弟呢？我也得给我徒弟啊。你想要离开你师傅了吗？这是一个传承，就是，我拜我师傅的时候，师傅是需要给这几样东西，作为一个回礼。你刚刚讲那句话，你师傅听到会不会不高兴？不会啊。真的不会不高兴自己的徒弟？你在想他的徒弟了吗？他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高兴。这一期节目有好多点，他不会在乎这一个点的。他有别，我们刚刚有别的事情，他会不高兴吗？哪个事儿都拿他孩子电话都挑唆人家家庭关系。对呀，研究家产研究1期了，真的。
这个上面有一个锅字，对，这是我爸给我的。所以你们都有，我那个不是锅子，郭门弟子，我那是。所以只有亲儿子才能够拿锅字。怎么办？你很羡慕吧？你没有，这有什么可羡慕的？我爸该不高兴了。他有一个烧字在那上面有一个。所以他有2个锅字。就是，哎，你干嘛把你弟弟的拿过来啊？不是我弟弟的，我真没抢，是我爸就顺手给我一个。后面有写是弟弟，真的吗？当然假的啦。对不对？不能。这个就明确的，这好厉害哦。对这不是相声当中用的，因为这上面刻着我妈的名字。对，王慧。对，这是我母亲的名字，这是我母亲用的古板。你爸爸跟你妈妈认识是因为在表演的时候？对，在演出的时候，当时我很疑惑，因为我妈年轻时很漂亮。当年我师娘比我师傅要红，所以就觉得说怎么会爱上你爸，是不是？他很会。对，就是我爸很会。你怎么知道你爸很会？我就觉得，就我妈当时条件那么好，然后我爸都能，是吧？你有问他细节吗？我不好意思问他也不会告诉我的。妈妈有讲过吗？也没有。好像那阵儿我小时候做过一个节目，师傅说过，我师娘那阵儿爱吃巧克力，就老给她送巧克力，然后去台湾演出，然后就老打电话，然后就这么长时间的攻破啊，巧克力越吃这个越胖，越吃越胖，越吃竞争对手越少。哎，对，就是投其所好。我觉得这句话也很危险呢，可以吗？我就圆回来了，投其所好嘛。所以现在妈妈还爱爸爸吗？爱呀。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我不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这题很可怕，你怎么会想到这一题啊？这题好可怕。我好可怕这个节目啊，真的。我东西都不要了，我全捐了，好不好？不要再问我了。不光是拆散了我们德云社的家庭，还拆散了我们德云社这公司。完了，从内部瓦解了。所以，只要不是爸爸给的醒目，都可以不要吧？其实是要用也不差这一块，对吧？对，确实也是。我自己都想拿一个，够刚好多一个，你可以选一个，拿走。我拿有锅的可以吗？可以，没事。这期别让我爸看就行，没事。那这个我拿走喽。好吧，那您就留念吧。要想起我跟我爸哦。回家好解释吗？你好说吗？先生问的时候，我去郭德纲家拿这么一块醒目回来，这是伴手礼。然后先生问你去郭德纲他们家干什么了？去问问他们夫妻是不是还相爱？你还爱你丈夫吗？所以我们讲好了，就是没有刻锅字的，我们就送给今天来的诸葛钢铁们，好吧？可以啊。对，没有帮你们争取到别的，争取到一块醒目。可是这个很值得保留吧？这个会量产的，放心吧。你爸在家里会感伤的讲这种什么我的事业要交给你了，或者是什么我现在要退休了，会讲这种话吗？有时候会。最近他才不到50但他就觉得不太想这么像之前那么拼了。然后最近就总是有意无意的要跟我提一提公司管理啊，然后你得努力啊，如何这方面的。我感觉可能是最近我们德云社发展的每一个人都是比较有名气了，崭露头角了，比较放心，现在的状态是最好的状态，他也比较想休息休息。他还会介意徒弟比他红吗？不会吧？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人比他红可是岳云鹏不是蛮红的吗？那是我们德云社前2年最红的相声演员。我说郭老师是天下最红的就好了，你切那句干嘛？哎呀，把那段剪掉好不好？我觉得天底下没有人比他红这是一个剪辑点儿，用不上了。我们整集在触他眉头，你还不赶快讲一句好话？所以爸爸讲这种话的时候，你要赶快说，别说这些你青春正茂啊什么，讲这种话吗？我就说好累的，我不想管。你真的不想管吗？确实不想管。你管了就可以管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儿，我就能天天在家给他剃鼻毛了。
啊，所以你这样讲的时候，爸爸会露出失望的表情吗？就是他还会再接再厉，过一段时间还会再问。他觉得迟早有一天你会就范。等老二大了的时候就不问他了，宝贝儿，你得努力呀，不能跟你科学呀。怎么办？他也喜欢这个笑话哎。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在德云社待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呀？那吃瓜吃的时间长一点啊，就放长线钓大瓜呀！我都好邪恶的一个访谈呢。对，当时我就说这 S 姐是我的人，因为她家有我家的令牌。你上他家搜，他是我的人。对他们两兄弟争执不下的时候，你就会姑姑就会出现说。令牌在此，谁敢造次？然后王卫就说：“请问你哪位啊？”我就说：“连我你都不认识。”有什么狗血的剧情？真的。好，所以我们请你按一个灯，因为我们要把金堂木送给今天来的粉丝们。嗯，好。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咸鱼擦亮时刻，请郭麒麟跟你的物品们告别吧，让他们在别的地方焕发价值。你要在这边下跪，然后跟他们说对不起，买了你们都没用。就是这个女人，把你从我的身边带走。你只要道别上写一段话就好了。哦，还得写字。你们男生也会后面加个 O 字哦。是的哦。所以，秦兄，我们要跟他们告别了。你来这儿吧。也别太难受，兄弟，也别太难受，真的。哎，展现一下你演员的演技，就是你要是能够眼眶泛泪。行，有点过了，差不多得了，可以了。本期节目中所有艺人物品都可在闲鱼 APP 找到，相关收入将在公示后捐赠给光明优酷乡村艺术教室公益项目，为选定的贫困乡村地区捐建乡村艺术教室。好的，这些呢我们会拿去闲鱼，然后让大家，要不然就会出价购买，要不然就会用自己的故事来换取。是，然后这样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故事。所以上闲鱼 APP 或者手机淘宝搜索花花万物，参与款物品公益活动，就有机会成为物品的新主人，而且能够解码更多的幕后花絮。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很高兴听到你们的故事。祝爸爸长命百岁啊！好，谢谢，要保留好这个啊。我想要千秋万岁才行。好，谢谢各位粉丝参加，好，谢谢，下次见，谢谢。本节目是由阿里巴巴旗下让闲置游起来的超厉害 APP 闲鱼独家冠名播出，专业修复，贴心呵护。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国品之光富尔佳赞助播出。关注燃烧小宇宙 P-School， 你将有机会成为花花万物见习电视制作人。关注公众号瞎操心实验室，了解更多花花万物幕后故事。聊自己的家，节目结束，您觉得对家有没有新的认识？还是有了一定的认识的，因为来之前确实家里放了很多用不上的东西，然后放在家里干占地儿，然后自己也想不起来用。我觉得要是能给其他有用的人让他们使用，我觉得会更好一点。今天录制完节目，通过断舍离的方式，您有没有找到家中对你最重要的那件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发现对我最重要的东西应该是勤劳，因为只要把这家收拾好了，你有勤劳的这个特质，我觉得什么都留得下，不会像今天一样了。今天录完节目，您对康熙有没有想说的？多谢二位前辈嘴下留情，要不然我可能坚持不到这会儿。本节目由2亿聪明人都在用的超厉害 APP 闲鱼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功能性护肤品牌国品之光富尔佳赞助播出。我们要欢迎我们的主角出场哦，欢迎他。
我小时候看康熙长大的，所以就是问你问题，你敢直接的回答你想说的话。你有没有做过微整形？有一个3亿豪宅的存在吗？如果连这题他都不答的话，那后面就很危险。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种环节？怎么样？你是跟我吵架是不是？好，我们看看他去拍到了什么。带毛的袜子，脏兮兮的热水袋。这个抽屉里有没有什么？我不能相信，居然全是。就是说你住在好几亿的豪宅里，可以停直升飞机200多辆车。哇！哎，那我有听过一个传闻，说你父母是有帮你安排一个未婚夫吗？怎么办啊？我喜欢看康熙，我喜欢看你们搞别人的是我不喜欢。这世界很酷。本节目由花花世界安全之选的沃尔沃全新 S60赞助播出。花花万物。这是一个花花世界，世界上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每认识他的一样东西，就有机会透过这个东西而更了解这个人。每样东西被你拥有，都是具备了特别的原因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花花万物可以透过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来了解我们想要认识的人。这个节目叫……你还没讲完。来认识各式各样的人。这个节目叫做什么呢？花花万物，你还是要给我讲一句话。好聪明哦，你。很从容的说，我刚才想要加入你，跟你一起讨论什么什么的。哦，你刚才想要讨论什么吗？我刚才想要跟你讨论的就是说，可是有些物品真的需要存在于这个人的家里面吗？不需要，你家特别多这种东西啊，你家充满了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你是说像是我老公跟3个女儿吗？对，你，他们是人类啦。比方说你的卧房门口为什么要镶一圈 LED 灯？这我也很想要问我老公，可是他是热爱 LED， 所以是怕我们去你卧房的时候撞到墙吗？那为什么你家的那个书柜要那么窄，然后一点灯都没有？你根本就进不去啊！我都侧着进去，肚子会顶到书墙。你为什么不做一个舒服一点的书柜？书太多啊，不像你家1本都没有。然后至少有40本。本节目由花花世界安全之选的沃尔沃全新 S60赞助播出。我发现我们那个助理主持人还是原来那一位，而且穿得好花俏。请问你还是星辰吗？我是李星辰，老师们好。星辰之前已经播出过很多集的花花万物了。对，有带给你什么好处吗？就是带给我的好处是可以继续录花花万物，这是第一个好处。然后我也接到了一些戏。你有接到戏？对，我本来就是演戏的。因为主持花花万物，可是你的脸很不适合演戏耶。可是我的五官是出众的，所以就是他们就会直接选择我。你说搬东西搬不动的很粗重的那个粗重吗？出众，就是我是精致的五官。反正你就接到戏了。有比较多人认出你吗？也没有特别多，但是有一些会认出来。是家人吗？除了好，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个来宾呢，很奇妙的是，在一个偏向传统的领域里面，却获得了很多新生代的注意。是这样子，一方面让新生代体会到传统艺术的美好，另外一方面呢，传统艺术也得到很多新的粉丝。好，欢迎我们的今天来宾出场喽！哇，太帅了吧！欢迎张云雷先生、杨九郎先生。欢迎姐姐好，你好，我真会说话。你好，老师好，欢迎你啊，请坐。好，通常呢，我们并没有奉茶这个环节，可是因为今天来了大人物，所以我们特别要奉上这2杯茶，星辰奉茶。谢谢。我来这杯吧，好吧？啊，对，换杯，不，城府很深的，不可以换杯，什么？不可以换，不可以换杯，不可以换杯，那就都你喝了吧，好不好？多不是人。好啦，没事了，我们开玩笑。吓我一跳。
云雷会不会演那个喝茶之后讲话，本来从非常漂亮的声音，渐渐变成沙哑的声音？就是水真的被人家下了毒了。没有，你要先本来是好。他说你没层次，你要从有声音。你要先从有声音的说，哎，我们这次的表演怎么样怎么样？哎，我不知道怎么会。你要从那边到这儿。那我来一遍啊！来一遍，咱们重新来一条啊！来一条啊！重新来一条。我们大笑，好好好，来一条啊！绿茶，我非常喜欢喝绿茶，因为平时家里面绿茶呀、花茶，我太刻意了，很刻意，而且脸上都没有惊慌的表情，直接就嗓子哑。因为他们相声界好像真的担心别人让他们嗓子哑掉啊。真的有这种事发生过吗？我没有，一般都是我自己把自己弄哑了。你怎么把自己弄哑的？有的时候演完出啊，回去之后熬夜，嗓子转天就会哑。所以九郎，你的地位是他的徒弟，还是说他的搭档？我怎么成了徒弟了？我就是那个搭档嘛。所以是平辈的嘛？当然是平辈了。哦，所以你也不用特别尊敬他。对，但是他一直管我，有时候喊我儿子什么的，就是啊，因为我们表面上都是称兄道弟，其实暗地里都憋着当对方的爸爸，你知道，就是这样啊。所以九郎，你已经习惯了在张云雷的身边，大家都只看他不看你。啊，对对对，其实大家也都看我，偶尔会看看我啊。所以你粉丝是比他少非常多，是不是？戳到他伤心处了。没有伤心，确实是这样的。可是听说云雷，你有让你的粉丝带了荧光棒进德云社去听相声，对吧？不是让吧，是那个大伙儿自发的。自发的，因为一开始也没有说带着荧光棒，从15年开始，我有自己固定的粉丝，但是不多，可能10几个。然后有一次我上台的时候，突然间，哎，底下就有举灯牌、打荧光棒，当时我是一脸懵的，我说这是什么情况啊？然后我就告诉他们收起来，不要打，因为他后面的观众他不认识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哦。后来就自打是探清水河，火了之后，然后就陆续的他们就都是开始打荧光棒。所以现在只要你出现表演，就有荧光棒。但是说相声的时候不会打，我一般都是在翻场的时候。对，在我们那个就是 happy ending 的时候。才拿出来这样甩一甩。但是说相声的时候不可能，那样会很奇怪。台上说郑阳高、郑兄长、郑路眼，底下晃着荧光棒，对，很奇怪的。对，非得背错了不可啊。九郎没有任何人为你举荧光棒吗？没有，他的我一般就会蹭热度什么的，我就假装这是我的啊。相声的前辈们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个事情吧。就如果举着你的名的牌子，台上的前辈会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台上有前辈的话，粉丝是不会。你有跟他们沟通过？就只有是我自己的专场的时候啊，他们才会去举荧光棒。比如说跟师傅同台的时候，他们是绝对不会打荧光棒的。所以我们看张云雷的崛起过程是相声界的童星开始的。对。9岁开始上台表演是吗？具体来说应该是10岁到12岁，10到12。对，9岁开始学这个东西。然后是第一次表演就立刻被郭德纲老师看中。第一次见了我，然后就唱了一段京韵大鼓，然后我妈妈就问：“你看他行吗？”他点头说行，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了北京来。我当时脑子是懵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教我什么我就开始学。那他有说很明确的说出我要把你当成干儿子吗？干儿子？对。没有，我师傅把谁都当亲儿子。对，因为你就是师徒如父子嘛。对。其实从小我一直是拿他当父亲一样。那他对待你跟对待郭麒麟有不一样吗？就是财产吧。净说实话。听说杨九郎家里很有钱。是吗？谁说的呀？郭德纲说的。
真的假的呀？他说北京能够住得了四合院的人不超过10个，令尊大人就是其中之一。其中就是吗？不是，因为说于大爷他爸也是这么说，所以你们家住四合院，700多进的四合院。哇！什么乱七八糟，这都不是，这是我们那个节目里的一点内容嘛，一点梗。我们家不住四合院，我们家就住。但你家是有钱人吗？他们家住树上，不是没有，树也不住啊。然后就是普通的家庭，特别普通。你有没有很庆幸你是待在张云雷的身边？特别一直在庆幸这个事儿。我怎么没看出来呀？真的，不能让你看出来，以后你会骄傲的。当时谁挑谁的？当时就是一拍即合吧。对。是老师安排你们两个吗？不是，没有。他有自己的搭档，我有自己的搭档。对，在我俩搭档之前，我俩是不说话的，就是见着面他会喊我师哥，我说哎，就结束了今天的啊。你是看他不顺眼吗？那时候也不是，就是没有话。对，没有话，在一个频道。对，而且有一次就是那天也是赶巧，就是单独我们2个人在后台待着，就剩下我俩，很尴尬，特别的尴尬。找话题吧，哎，我没觉得尴尬啊，我可没觉得尴尬。那是你，我自己不觉得。你觉得很自在是不是？对，我觉得自己还挺好。然后就是找话题吧，然后你吃了吗？没有，那吃点饭吧。然后我俩就出去吃了一顿饭。然后聊着就聊到这个搭档的问题。对，然后他想换一下搭档，我也想换一下搭档，然后都有这个意思。对，但是呢就没有说破。其实你应该从根儿上讲，应该是第一次11年的时候，他想让我跟他一起搭档，然后他把我拒绝了。啊，对，这是11年。他邀你，然后你拒绝他？他拒绝了我，因为当时我刚有一个搭档。对。他刚找了一个新的搭档，然后我就找他了，然后我跟他吃了第2次饭，然后才定的这件事情，然后2次特别的凑巧，都是赶上就是单独我们2个人，对，就跟老天安排的似的，然后吃完第2次饭就定死了，是我们俩是一起搭，对，但是得互相的自己的搭档再说，所以在相声界里面换搭档的事情是一个大事情吗？当然是大事儿了，对，所以你们当时为什么2个人心里都想要把当时的搭档给换了？你们俩当时为什么不做《康熙来了》呢？对呀。来，请回答，请回答我们的问题。就来做这个啊。对啊。九郎，我们2个不做康熙，真不是因为搭档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还是搭档啊。对，我们俩也是，就还是搭档啊，还是搭档啊，有意思啊。所以当时各自不要自己的搭档，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吧？其实我们俩更聊得来，对，更聊得来，就是舞台上的表演风格。对，我以前的搭档可能跟我现在的表演风格不是特别的符合。对，可能我是比较张扬的那种，他是比较沉稳的。对，可能好多作品啊，可能不是这么适合。对。哎，张云雷，那在德云社里碰到了当时被换掉的那位搭档，会尴尬吗？不会，我俩台下是真的非常好。我会尴尬，特别的好，因为你取代了他的位置，对不对？对，不过现在我们还在一个队，还在一个队，我们还在一起。所以要跟搭档讲说，不好意思，我想把你换掉，要怎么讲才不会？我说咱俩可能缘分尽了，我说可能会没有机会再搭了，然后他哭了，好伤哦。然后他说他说我这样。演完最后一场的时候，我会把咱俩以前所有演过的节目，我会打一份词，给你，算作咱俩留一个纪念。这几乎就是跟女朋友分手一样的伤人呢。所以他哭的时候你怎么办？当时心里有点软，就是心软了。有没有一点想说算了，还是不要换好了？那他怎么办？我还跟原来那个，对，等于白忙活，饭也白吃，钱也白花，就是啊。张云雷，你觉得把搭档甩掉比较难，还是把女朋友甩掉比较难？我目前还没有女朋友。之前呢？对啊，之前呢？你之前一定有师傅不让我谈女朋友，因为我比较单纯。哎，他信了。哦。所以你要假装没这件事，是不是？我说实话，我是有时候不愿意触碰这个。有一次是人家先跟我说的分手，
你被分手，那你有哭吗？当时哭了，当时是哭了。哭的时候应该是想挽回吧？我心想我以前花这么多钱，我怎么办啊？我还是因为钱，投资落空是吗？但哭的时候，其实当时我挺伤心的。我觉得怎么说呢？2年吧。交往2年啊，2年。然后是在我们天桥德云社对面有个大广场，在广场上他跟我说的分手。然后他走了之后，我还要从广场回到德云社，晚上我还要演出啊，那天挺难受的。天，所以有一边走回德云社一边落泪，是不是？不，我不能让师兄弟看见。哭完之后我自己回去的。哇！然后就是全靠自我调整嘛。那你进去德云社的时候，有任何人发现你情绪不对劲吗？没有。所以当晚还是顺利的完成了表演。对。然后因为当天临回家的时候。因为那会儿郭麒麟不会开车啊，就我跟郭麒麟2个人在车上，然后那天路上也没有说话，啊，他可能认为我可能，他还问我一句，他说我哪得罪你了？你今儿不说话呀？我说没有，我说有点事儿，他就再也没问。后来那女孩就跟郭麒麟了。对啊。真的吗？九郎？没有，你别当真行不行？九郎，你私下是不是真的有怕他这件事？我不怕他，我怕他干什么？为什么？是哪方面怕他呢？不是说他睡着的时候，你根本连气都不敢喘一下。不是他呀，睡觉特别轻。然后我们一般助演出去呢，就是俩人睡一个屋标间嘛。我先睡着最好，就是这样啊。他先睡着，因为我睡觉的时候，我的房间里从来不放表。我不行，我受不了，我就真是睡不着。你就会听到。然后那个就是他一般就会告诉我，然后别出声啊，别出声啊。后来就演变成第2天早上，我说我没出声啊，然后第2天晚上告诉我，别喘气儿啊。等于说你呼吸要很谨慎的呼吸，是不是？啊，对。你这样会睡得好吗？后来他睡得特别好，然后睡得特别好，就改我睡不着了。对，花花物呢会带着摄影机去拍我们的来宾家里的样子。我们先看第1段影片。欢迎大家来到张云雷的家里。作为第2位光临花花万物的德云社当红相声演员，他的家和郭麒麟的家又会有什么区别呢？生活中的张云雷又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就赶紧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进入张云雷的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客厅。张云雷的客厅十分简洁，欧式的壁纸，欧式的桌子，欧式的椅子，欧式的家居，还有一些欧式家庭中必备的大型个人写真。但是仔细一看，它并不仅仅是一张照片，而是一块完整的拼图。整个房间里唯一没有欧式氛围的，应该就是放在这角落的金运大鼓了。这个鼓上面还刻有张云雷3个字，也没有积灰，应该是他很常用的物品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张云雷的厨房，厨房也收拾得十分整洁，连桌上的饮料都排列得整整齐齐。难不成张云雷有很严重的强迫症吗？接下来探索一下张云雷的卫生间，这个卫生间看上去也太干净了吧，干净到洗手台上几乎没有任何的物品。这个镜子后面是什么呢？我的天哪，竟然是排得整整齐齐的发胶，这位先生对于发胶的需求量可真的是惊人哦。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张云雷的衣帽间，放眼望去都是整洁的白色家具，不过最起眼的应该就是角落里的这双鞋了。这双鞋没有放在门口的鞋柜里，而是摆放在衣帽间，看来这双鞋应该有特殊的含义。难道是刚刚买来还没有穿过的鞋吗？还是说张云雷也是一位球鞋的收藏家吗？打开张云雷的衣柜，里面叠的都是整整齐齐的衣服，还有帽子。帽子有都是按照颜色的顺序垒在一起的。看来张云雷真的是很有严重的强迫症呢。黑的、牛仔的、白的帽子，看起来款式也几乎都一样，甚至还有几顶没有拆包装。旁边的衣服也都是简单的 T 恤，简单到只有同款的白色、黑色系列，并且感觉几乎每一件都是全新的。
哎，等等啊，这衣柜里面还放着一套张惠妹的专辑，这是什么另类炒作啊？还是说对咱们阿妹有什么特殊的情感需要如此珍藏吗？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精致的张雨雷梳妆台上有什么吧。张雨雷的梳妆台左右两边摆满了琳琅满目的香水，各个屏幕哎呦都可以闻到它们香气四溢呢。在梳妆台上还有这么一组稳坐 C 位的手表盒，手表背后应该有不少的故事吧？张雨雷赶快跟我们分享一下啦！我们从家里带了一些东西过来，星辰麻烦你。好，那让我们一起打开花花柜吧。那边。好像花了不少时间讲那双球鞋，那双球鞋有什么特殊之处吗？那个鞋，挺有意义的，是他送我的第一个生日礼物。他给我买这个礼物的当天，我正在说他，对，就是正在跟他闹别扭。是讲他表现不好，还是说讲他这个人格有问题？不是人格，就是逛街。我说我就不想去，我说你干嘛非让我去呀？我说你愿意去你自己去，我说你总拉着我干嘛呀？嫌弃。我说你想去，我说你不能代表我也想去。对。然后他也没给我回。到了他买完了回来，人家是给我买生日礼物去了。不是，我真不知道他，我那会儿啊，觉得这个鞋码啊，咱不说大的小的不一样，我说咱试试。然后你又不能说出来，因为这是 surprise 嘛。对，也算吧，反正就是生日礼物嘛，就是我也不会，一般我也买东西我也不告诉他。所以搭档送礼是互相往来吗？就是你送了他，他就得回送吧？不是，他一般不送我礼物了，他一般就给我钱。就是他就不生日他送钱给你，对，给我发红包，对，我就给他发红包。我觉得我出去我懒得出去转，对，买完了之后万一他不喜欢怎么办？这样呢，我给他转红包，你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喜欢衣服啊，喜欢鞋子啊，你自己去买。对。所以你给他多少钱啊？每次都是5位数吧。10万，10万。哎，那还蛮多的耶！大爷，您是不是不识数？大爷，我刚想说的，这么大主持人不识数，9万啊，没有那么多，你们就是他这人特别实诚，他就是捞干的，就给你钱就完了，你自己愿意买什么买什么。你看我给他买东西，他一般也是拿回去退，然后把钱拿回来。球鞋还在，没拿去退。没有，他不退，他一般就留着，他一般我给他买的比较合适。好，刚刚屋子里的东西其实比较触目惊心的是发胶，对，胶水好像超过了正常的量，而且同一个牌子，然后摆放的方式是一种要打仗的感觉，就是用完这一罐马上用下一罐的样子。所以你现在的头上是很硬的吗？是。可以插卡片吗？我插插看。后面插得进去吗？大爷可以站那鸟，我觉得。蛮难插的。哎，好，可以啊，插上了吗？可是有一点会掉的感觉。但是你要帮我把头发弄好。哦好。因为没有人敢动我的头发。哦，真的吗？真的。所以我刚才是惹到你了，是不是？我就惹到我了。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要不然把它弄好。哎呀，弄坏了，哎，完全不对了。完了，还不如刚才呢。我现在美不美？你现在很好，真的很好看啊，很好。所以刚刚有人这样上来弄，你会怎么样？把手挥开吧。了解我的人可能就不会过来碰。九郎，你有曾经想要帮他把刘海这样拨一下过吗？没有试图过，我这人比较惜命。赶紧烧一炷香啊！对，他这人特别护头。所以刚刚那是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是不是？当然了。而且真的，当时我都替你害怕，刚才真的，我就怕。那你刚刚不给我，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啊？我就想看他打不打你。所以你现在很讨厌我，是不是？是。够直接吗？为了碰头发结下梁子啊？不用吧？两个人互相讨厌。哎，所以怪了吧？他发胶没有他想象喷的那么多。对。要不然应该卡插进去就站着了，对不对？是啊。就是因为我要自己打理头发的话，会打特别多。这么大罐的，这么大的，我一般3、4次我就用完了。等于猛喷呢。对。你是把自己当蟑螂吗？
真是这样，我喷的特别多。还有时候化妆老师也是，化妆老师给他定型什么的，喷一点，姐您再喷点，再喷点，然后再喷点，姐您再多喷一点，拿过来然后抢，对我一般都是自己喷，没了就。如果你跟一个男生交往，结果他在你面前这样喷到他超过5分钟，你会发火吧？而且如果要跟他接吻，然后手竟然插不进去，你接吻的时候，对方揉你的头就，那你接吻为什么要抱住人家头？你很奇怪。怕跑了，怕跑了，怕跑了。所以连女朋友也不能碰你的头。没有人碰我的头，现在都知道我不喜欢被人碰头发。请你记得我们今天描述的这个景象，有一天发生的时候，你就会为之发出会心的微笑。香水是怎么回事？香水我是喜欢收藏吧。所以你这个人出门会有很多味道哎，发胶的味道跟香水的味道。嗯，哪一个会比较重？香水。香水是这样，这样喷吗？好像。真的喷那么多？真的，我说他们告诉我喷香水要这样，什么，我会觉得很麻烦啊。出门我就这样喷，往前走。哦，喷在空中，然后这样吗？对，往前走。酒廊喷吗？不怎么喷。那你会不会被他嫌臭啊？没有，我不那么味儿吧，应该。那他的香味会干扰你吗？不会。我有时候我都怕他喷错了，香水喷头上，发胶喷身上了，发胶喷在身上是吗？你是不是很期待这一天发生？对。你有经历过上台去，结果观众不笑吗？有啊。他一般不笑，我就下去隔着他，嗨，他就笑了。我们还经历过没有观众啊。所以你们两个搭档之后有经历过这些？有，有了。搭档之前没经历过。然后搭档之后，对，搭档之后，到我俩上场的时候，因为我们俩是底嘛，今天的这个压轴的这对演员要出场了，我俩一上去之后，就走了好多人，就还剩一对夫妻在那听。我再到岳云鹏的那里一看，他那里面挤满坐满，还加座，我这边就没有人，就那种感觉就是。落差。所以岳云鹏比你早红很多嘛？很多。你现在跟岳云鹏有没有差不多 level 了？因为我俩不是一个风格，这个没有办法比。他两个风格就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让我怎么做比较？你说馒头和汉堡，你说怎么做比较？所以你的风格跟他的风格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比他帅。他比我丑。你觉得以搭档而言的话，是不是全世界任何人的搭档都胜过杨九郎吗？没有，因为我觉得杨九郎他虽然跟他开他玩笑说记不住，可是我觉得他是天生的喜感跟那个岳云鹏很类似啊，所以有这种搭档，带观众缘，有这种搭档就反而会很吃香。那你跟他搭档主持啊？也没这个必要啦。别看我们试试看，我看看他主持怎么样。试试看。开场一般都是那个你们广告是什么？广告什么？啊，我们把那鸟是不是给我一下？缝住了不行。用你自己的风格开一个场，这样行不行？到哪儿了，姐？到哪儿了？就是做一个 opening 啊。姐姐一直是我的偶像，从那个 SOS 开始啊。可以说 SOS 吗？你们可以，我本来就是 SOS。你们没有闹内讧什么的吧？没有，感情很好。那你那时候几岁呢？我那个时候是您应该是90几年的出道，那时候我是记得我是16岁出道的。16岁，然后差不多，那我那会儿应该是7、8岁吧，差不多啊。大爷，还是您来了，坏了，为什么大家都走了？要不要热场？好，我们切到这里，没有人在这里主持，切到这里。所以你当时是7、8岁就看？你7、8岁懂什么崇拜偶像啊？不是，我看那千牛 V， 然后听见那个10分钟下课那个歌。你会唱吗？不太会，会走调了。他可能是个骗子。他考德云社的时候，您还要回到您位置。我回来了啊，谢谢。他考德云社的时候，他唱的是5月天的歌。
啊，不适合啊。是对，考试的时候。不是，为什么进相声界考试要唱歌啊？不是，我师傅让我唱的。你唱了五月天什么？我唱了那个听不到。来一句。听不到。我不要唱了吧？要，预备，开始。我的声音在笑，泪在飙，电话那头的你可知道？世界若是那么大，为何我要往你无处逃？就这样啊，不差哎。你刚才唱歌的时候，正侧面也还有一点点帅。真的吗？一点点。下课10分钟，你不要转成正面，就侧面很侧。下课10。你说他整集都侧面对着我们吗？但有一度就觉得，有被打动。谢谢姐。所以张云雷，你小时候选了这个方向，没有人阻止你。因为我从5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曲艺的行业。因为姐姐那个时候是唱京韵大鼓，然后我5岁的时候，姐姐演出的时候就总会带我去玩，在后台啊，然后或者给我放在前台啊，放在观众席里面，我可以从头听到尾。然后从小我也是也是灌输的比较多嘛，比较喜欢这个。所以人家5岁就开始懂得欣赏戏曲，你小时候却是崇拜 SOS， 这就是差距，是不是？为什么他现在他跟我捧哏了呢？怎么？您自杀式包袱的都是啊？我也感觉是。关键我不光欣赏 SOS， 我还欣赏那个您的好多综艺，什么那个我猜，他也主持过我猜啊。对啊，但是后来就换主持人了，后来我就更喜欢了。然后打死你！刚还夸你几句嘞，我把话收回。你侧面也不帅。我就更喜欢那个您的别的节目了啊，没说完呢啊。什么节目？那个娱乐100%嘛。哦，对，我就去看那个节目了，我就更喜欢那个节目了。所以他是追着你跑的哦。是啊，会讲出娱乐100%代表是真的粉丝。真的耶，会说出 SOS 就已经是真的粉丝啦。对，然后后来就成为您的歌迷了嘛，就嘿呦就是你，然后就成为您的歌迷。我听过那首歌，对吧？罗志祥，对，罗志祥不是罗志祥和 S 姐唱的，我以为就一个人唱的。不是，我以为罗志祥，我以为罗志祥男女切换自己。你耳朵是有问题啊！你以为女生的部分是罗志祥自己唱的？我不想访问他们2个了。行。因为张云雷的受教育过程好像没机会接触这些玩的东西，是吗？我小时候没有，小时候接触的都是曲艺。张云雷从小就表演传统曲艺受到瞩目，可是当中要经历一段青少年都会发生的变化过程，可能嗓音就改变了。所以当时张云雷就暂时离开表演曲艺这一块，然后据说他跑去了流量做了一些不同的工作，大家可以问他。然后他再回到相声界的时候呢，他是一个染了金头发，然后打了耳洞的男生，是这个发型吗？是。你回来的时候是这个发型回来的？是。我虽然刚刚在介绍头发有染成金黄色，可是我转头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还是略受到震撼，就是跟我想象的，我以为是这个头发染成金黄色。因为你这个太可气了，很大，你这个。对，木发纱，你看到。你当时是去做什么事情得到了这个造型啊？我没有，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审美就是那样的吧。然后那个鬓角一定要特别的大。所以当时你觉得是好看的吗？没有，我就那会儿觉得喜欢，我就这样染。然后回来之后，我特意问了一下师傅，我说这样说相声好像不太好吧？我说我明天把它染回来。他说不要染，就这样。我说那耳钉得摘吧，耳钉也不要摘。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让你这么做，自有这么做的道理，不要问为什么。所以现在从小就是他让我去干什么，我从来不问为什么，从来不问，因为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他现在告诉你了吧？告诉了，就是想让人记住我。第一个是用这种样子上台讲相声的人。那你这样子上台的时候，你有很害怕大家不接受或者是出声音吗？害怕过。结果观众反应
哦，都这样。就你一走出来，他们就哦，对，都是这样。那你一开口是传统相声，他们就放心了，是吗？后来有一阵儿，我就还是保持这种风格嘛，然后染过其他的颜色。我说什么时候？我说这个头发能染黑。他说你想，他告诉我说你可以继续这样染头发。他说早晚有一天你会主动的放弃有颜色的东西。对，因为就脱发了开始。我现在是假发啊，现在我这真是主动的，16年主动的放弃染头发，就觉得真的腻了，是不是？不接受了我自己不接受了。可是他现在这样子就感觉比较像就是一般的帅哥。一般的帅哥，以前像什么帅哥？不一般的帅哥什么样？以前就是你刚刚的发型，那张照片你不会觉得他是个帅哥啊。反正我现在要是看以前的那种黄头发的图片，我就觉得很奇怪。有时候让我看，我说哎，我说得了，我说不让我看，不让我看。哎，是头发演变史演变过来，对。所以17那个还蛮帅的。12年的嘟嘴那个是流行吗？嘟嘴啊，对。你现在拍照还嘟吗？不嘟了。你还有脸嘟吗？有脸嘟吗？没有了。嘟一个，因为现在嘟一个看看。搭档一起嘟啊，快点！咱俩一定要帅帅的啊！好的，嘟嘴啊！1、2、3。张云雷，你没有嘟啊？就是你还是对堵腮帮的，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跟郭麒麟都非常喜欢，可能那个时候非主流嘛，那种就是装可爱啊，装可爱。你先问问 S 姐认没认出那是郭麒麟？认出来了吗？啊，哪里？另一个嘟嘴的，哪一张？第2张戴眼镜的那位吗？对，你别以为那是孙越，那真的是郭麒麟。那是郭麒麟？对，那是郭麒麟。怎么可能？真的是郭麒麟。是他。你故意放这张照片陷害他吗？所以你曾经比他帅很多哎。不是你等会儿啊，姐说的是曾经。那你那个点头的意思是你跟他合照，你心里面也知道这件事情。跟他合照那会儿我还是比较有自信的，但是现在没有自信了。现在我觉得他可能马上就要超过我了。因为这个我忘记了当时是为什么要照这张图片，就是想炫耀自己比他帅啊？不是，是他搭档。对了，是郭麒麟的搭档卖了一个萌发的微博，然后我俩在后台发完之后圈了他。哦，那个他的搭档应该被换掉吧？没换掉。然后慢慢的演变到这个第3章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我还能接受。我觉得15、17都很帅哎。我还觉得有颜色就12年有颜色也挺不错的啊，不是爆炸头的颜色。对，不是爆炸头。因为还有一阵就是这个头发这样的，有一段时间是梳辫子。因为好像你从小就留辫子对吧？对，从小留。因为我们家有个习惯，就是孩子生下来都是就是留长生辫嘛，然后到12岁的时候要把它剪掉。OK， 就是后面那一根嘛，对不对？对，老茧。你还记得郭麒麟的样子吧？有一点想不起来，好像是单眼皮，是不是？再给他切回那张照片，再切回那张照片，切回那张照片。所以你会先看到张云雷，对不对？应该是。就是去听相声，进相声园子去看到这么一号人物。因为我觉得如果帅到会让我留下印象的话，才是真正的帅。我现在真的已经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可见他应该算是还蛮。可是这个人就在面前，所以你才记得的啊。可能明天就忘了。对，一会儿就忘。一会儿就忘。我现在已经忘了杨九郎长什么样子。我追着你看，让我看。我们还拍了另外一个云雷住的地方。各位观众，现在终于到了张云雷的卧室。哇哦，卧室的布置也太整洁了吧！哇哦，这不就是传说中的郭老师吗？没想到在这里可以遇到您啊！接下来就是张云雷的床头柜啦，这里面看起来都是一些有年头的老物件了。首先是这2把扇子，
然后竟然还有一台已经消失在现在社会已久的物品——复读机。除了复古的复读机，旁边还堆着同样复古的磁带。该不会每天睡觉前你都还要靠这些东西来助眠吧？好复古哦！接下来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宝藏，居然是张云雷小时候的相册，劈叉、打鼓、女装、唱戏。看来小时候的张云雷不仅多才多艺，生活还是很丰富的呢。让我们来打开另外一个抽屉，原来是2件大褂。哎，这个材质跟这个大小，哎，张云雷啊，好像不是你平常穿的大褂呢。快回到现场，跟我们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吧。好，我们又有东西来现场了，麻烦你。让我们一起打开花花柜吧。有相册吗？有。小时候有很多表演的照片，你小时候会劈叉？对。曲艺不需要这个吧？上台啊，我唱啊什么的，要身上好看。所以你们两个一站上台，那个气势就会差很多吗？我觉得是，我觉得他练这特别有用。所以你可不可以站一个你在台上典型的站的样子，我看看。我现在没有，现在说相声好多了，就是这个你想太平歌词的表演者张云雷，走3步走到这儿，这一步上来必须得是钉子步。我会侧着上台。但是走到正的时候，最后一步必须是钉子步。那九郎，你站一下，我看你站起来差很多吗？我要站钉子步吗？你像刚刚他那样走几步？走出来。嗯，我走。为什么要跑我这里？不是这样有镜头这样。我感觉好僵啊！你笑着干嘛了？你在看谁啊？我有点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气势差那么多啊？你们并肩走一次，我看。好，表演者张云雷、杨九郎。哦，看得出来哎，真的差好多。对，感觉九郎就很像来买菜的样子，就是买点豆腐。你看起来很茫然哎。他看走起来就是很贵气。是吗？那我贵气，我贵气的走一个好不好？你贵气走一个，贵气走一个。不是这个贵。请坐，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康永哥，感觉这里面有很精彩的东西，没有见过这个，还可以放吗？可以的。哇，要不要连？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下面呢，再为您唱一段太平歌词的小段，高大姐。有一位大姐黑不溜秋。申两儿不高过了鼓楼，这就是了。这是你当时录的？当时录的。所以郭德纲老师如果听了这个，就会说很好。没有，小的时候练功几乎就是跟师傅斗智斗勇。我就不练，他就逼着我练，我就想对策来对付他。在床头，临睡之前，他会给我贴一张纸，就是你明天早上起来要背的东西。每样50遍，都唱完了，估计我得需要4、5个小时。后来我就偷懒就被他发现了。偷懒是吧？行，这个，来，我说干嘛呀？给我准备好多空白的磁带，唱完了之后给我录下来，我会检查的。然后我就一遍一遍的录，录完他真的听，他真的在听，他一遍一遍的听。我说这怎么办啊？我偷不了懒了。后来我就想一办法，我自己啊偷着买了几盘就是空白的磁带，趁他不在的时候，我自己录。录完了之后去练功去，哎，回屋，然后把门一关，一放这个，我就放这个，然后后来就被他发现了。他打开门看到是不是？打开门的时候，就僵在那里了。发声也是每天早上起来要喊嗓子，早晨5点让我们自己去，起不来，哎呀起不来，这怎么办啊？我就想怎么对付他。我会走到岳云鹏的家，然后到他家睡一觉，睡到中午，然后这个回家了，喊嗓子了吗？喊了。当天演出的时候晚上，
我嗓子本来能到这儿，但是我没上去，我就到了这儿。他就觉得你今儿喊嗓子了吗？练声了吗？我说我练了。他不对，他说你今天如果要是练功了的话，他说你今天不可能唱成这样。然后有一次也是还是这样。那天我一推门，睡得香吗？我说我没睡觉啊。我说我就用功呢。我再问你一遍，睡得香吗？说我没睡觉啊。然后我姐就过来了，你还说瞎话是不是？你姐夫在后边跟着你呢。跟踪你？跟踪我。那他这样是可以揍你吗？还是？他就打过我一次。什么事？不用功。然后当时姐姐呢带着家里面好多的人，包括烧饼啊，他们去逛街去，就不带我去，让我在家里练功，我心里就很气愤。师傅过来去，把太平歌词《游西湖》背，回去背去，不背。我一站，我说不背，背不背，就不背。然后我说完之后，把那个打击那个乐器那个玉子，我就给扔出去了。哇塞！然后他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出去之后，他就给我拎起来了，给我一顿打。打完之后，给我扔到床上还打，然后我就哭，不求饶，不求饶。那很难收场哎。然后完了之后，他也很生气，然后他就自己上屋里面，他就待着。我哭完了之后，我不能在那坐着呀，我不练功还得他更生气啊。然后就开始练，姐姐可能就看不舒服了，心疼。对，为什么这么多徒弟当中，你为什么只说我弟弟？他会跟师傅在屋里面吵，然后师傅会跟他说：“我这样管的是有道理的，我是为他好，我是教他背，教他唱，我是教他能耐。”他们家隔音这么差啊？租的房呀，现在在聊事情，没有跟你聊隔音，没准不是光因为你吵啊。后来这个师傅就说：“你要真想为你弟弟好，以后我再管他的时候，你不要插手。”连这么低沉的声音你都听得到哦？不是，后来两人越吵越激烈。啊！但是后来姐姐就觉得，确实师傅管我是对的，我确实是有点不用功、不学东西。后来姐姐就不管了。你会觉得郭德纲花很多力气跟他们玩这些事情？我可以说，小时候他在我身上真是好费力哦，好费力。所以后来倒嗓就不能再唱了吗？不能再唱了。那05年倒的。可是可能每个小朋友都会发生这件事啊，不是特别的事啊。因为变声期，我说话也说不了，唱也唱不出来，我就觉得可能完了。因为那个时候唱歌本来就是男生的嗓子就要比女生低很多嘛，然后我唱男生的歌曲，我还要低八度唱。就是你变声完之后，你的声音变那么低？对，就是就这样的。下课10分钟。这个你有什么好模仿的？啊，那个时候就决定就是先养一段时间吧，然后回天津。所以你跑去打工吗？有，但一开始没有，后来在家里待着，待不住了。跑去做什么？跑去我那会儿干过服务员，台球厅，给人家摆球。在冰场给人换鞋，干过收银员。收银员？收银员。有 A 钱吗？没有，我们那里都有监控的，都有监控的。要没监控就 A 了，有就 A 了。问题跟答案都好烂。所以你去做这些事，只不过是尝试一下别的生活。对，尝试一下别的生活，但是我感觉干哪行都挺不易的，尝试完了。所以那时候有觉得总有一天我还是会回去曲艺界吗？没有。你当时是真的觉得放弃了？放弃，因为事隔6年了，我觉得那会儿就感觉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淡忘了。对，因为我突然间变声，突然间上不了台，对我的打击特别大。别人提相声，我不听。啊，你以前是别提，打住，聊别的。这么严重？那当中郭德纲会一直回来提醒你说：“哎，不要担心，会恢复的，可以回来。”没有，我很坚持。到后来变声回来了之后，跟他说的，我说只要不说相声，我干什么都行。啊。然后他挺伤心，特别伤心。然后他也没有说你必须要怎么样。他说：“哎，好。”他说：“你想干什么，我给你找。”
我说行，我说只要我不说相声怎么都行。我跟他坚持，就是2个人僵着啊，得有1星期。到最后还是我妥协了，我心软了。然后上到2楼的书房，我跟他说：“我说爸爸，我说我错了，我说我都听您的，我说您说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他说：“好儿子。”我说：“我好好说相声吧。”我说：“我哪儿也不去了。”所以为什么会突然心软？因为他很期待我回来了，他回来了6年回来了，没想到我给他这么一句话，只要不说相声我干什么都行，他很失落。我听起来你不是只是因为嗓音变了离开相声界，你肯定在想别的事情吧？你去当收银员啊，或者是服务员的时候在想什么？没想什么，因为那会儿的时候已经18岁了，我觉得18岁每天一大小伙子在家里待着，我觉得这不叫事儿，我就想给自己找点工作干，然后我就尝试各种的行业。可是后来什么原因让你愿意回去德云社呢？不管做不做相声，被姐姐给抓回来了。哦，是姐姐劝你回去的。这故事有玄机啊。怎么说？就是需要姐姐来把你抓回去，肯定就是你跟姐夫有意见嘛。不是，不然你闲着没事，我忽然抓你干嘛？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来北京，在北京，然后我也没告诉姐姐我来北京，然后我想感受一下北漂的生活。然后那时候有在工作吗？还是有？你是在自己演一段北漂的戏嘛？对，但是我还坚持，一直在坚持。你是想要坚持给谁看呢？我就想我不回去说相声，看看我自己到底能不能存活。然后被姐姐发现了之后，姐姐说：“你宁可北漂，你都不回来，是不是？”你就是在等这一天吧？不然你要演到什么时候？没有，我就感觉，如果姐不发现，我还会这样做。你还会继续演下去？什么叫演下去？我这说的马上自己眼泪都要下来了，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很可怜。然后你给我来一句演下去。那会儿睡在地铁站啊，但后来太冷了，我就转到了麦当劳那个滑梯上，在那里面睡，那边比较暖和。到后来实在没有地方住了，我说你让我住在冰场行不行？他说行，但是每天晚上员工们都下班，你要一个人给冰场打蜡，这样你可以睡在冰场，然后给我准备2张小床，而且还要睡在厕所的旁边。然后每天我就是求那个阿姨，我说把厕所打扫的干净一点，要不晚上我睡觉会有味道。所以是一场少年时期的小冒险吧，是不是？你现在回想觉得有意思吗？挺有意思的。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做哪一个行业都要付出，而且都辛苦，特别的辛苦。哪怕是服务行业也是特别的辛苦。所以如果回德云社去，然后郭德纲就顺着你的意思说，好啊，不要做相声，你就做行政的事情。我跟他说过，我说唱歌。你有讲说你想唱歌？我跟他说了，他说好，他说我在歌坛界给你找人。他对你很好哎。所以为什么最后我心软了，我妥协了？那你最后回去跟他说，我决定说相声，他有把你抱住痛哭吗？没有，我很少能看见他哭。能让郭德纲流眼泪的人太少了，因为他是郭德纲。他很少哭吗？就有数吧。有数太少了，我几乎就没有看见他说遇到再大的烦心事儿，我没有感觉会能让人看出来。今天我很烦心，没有，总是很开心，都是以开心的那个样貌出现比较多。对，好厉害哦。可是你不是很爱偷听吗？你没有偷听他在房间里面。你为什么总说这个偷听啊？你好像对这个很感兴趣。没有听到他在房间啜泣什么之类的。张云雷晚上都不睡觉，每天都听说今天有没有哭，有没有哭。因为如果能听到的话，可以听一下。而且如果郭德纲独自啜泣，还带一些独白的话，就很精彩。九郎也没有看过老师哭吗？在一些节目里看过，然后我师爷去世，对，给我师爷扫墓，然后还有张文顺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见过这几次。大多数我们见的都是这种情况下，他才会哭的。所以他哭的时候，学生们要上去安慰他吗？其实也不用安慰，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是一种宣泄吧。我觉得不要拦着他啊。所以刚才
张雨雷用了妥协这个字，哎，就是如果当时郭德纲老师就说好唱歌，然后就帮你找了制作人，就开始做歌就唱了，就再也不要求你讲相声也行。如果不妥协的话，可能我就答应他了，我俩也就搭档不到一起了。好在妥协了，好在妥协，太庆幸了，太庆幸了。所以你是吃软不吃硬。对。他绕了一圈，现在要出专辑了，他出一批，还是要出专辑，他出一批啊。是郭德纲老师有帮忙的吗？他给我出的主意。什么主意？这个应该怎么出，然后以后打算给我规划的怎么做。他给我写了一首歌的歌词，是他写的。所以你当上歌手了耶，愿望绕了一圈完成了，这个听起来挺好的。对，没想到绕了一圈之后，相声也说了，之前的那个想法也实现了。是，然后也参加电影演出，这些都有了。啊，我都是客串。客串。你有没有跟郭麒麟争宠？有。怎么争？小时候我会吃郭麒麟的醋，就是大家一起走在马路上嘛，有可能师傅在中间，他这手牵着郭麒麟了，我看见了，我就会有点吃醋。那你就赶快过去牵他另外一只手啊！我不会，我的性格会自己很生气的往前跑。他喜欢演这种悲愤的戏吗？那现在有时候师傅说你觉得你小时候怎么样？我说我小时候，我说没法要这孩子，我自己都承认没法要。对，就是我小时候我真是一个没有优点的孩子。光是一个小孩子自己回忆就这么多，真的表示郭德纲花了可能3倍于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心力在对付这个小孩，还跟踪早上5点爬起来去跟踪小孩子去哪？还不是自己生的小孩耶？不是吗？不是吧？啊？你不是郭德纲的小孩吧？我怎么会是他的小孩呢？对啊。这有点乱。您是老电影炸出点什么来？好像。然后他房间里床上放了一个垫子，是他跟郭德纲的合照。对。谁会放跟自己爸爸的合照的垫子在床上？因为他是我的爱豆。我心中我最崇拜的人艺人是谁？只有郭德纲。那刚刚张惠妹的唱片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觉得小时候让他吃太多苦在你身上，所以现在赶快要扳回一城，就是尽量说他好话？这个不是，你总诓我干嘛呀？是真心的崇拜他。对，我跟他说过一句话，他脸红了。我说我看您喝水都这么完美。是真的，我真是。这种话是人讲得出来的。这种话是人讲得出来的，来质问我。哎，他讲这种话，郭麒麟要怎么办？对啊。他讲这种话，麒麟在旁边听了以后说：“那你上厕所的时候也这么完美吗？就是不是逼人家没路走吗？”对啊，你把好话都说尽，其他人怎么巴结他？我不是巴结的，我真是拿他当偶像。我见到他就是迷弟，大家都知道我的爱豆只有一个，就是他。他也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云雷，我有个事情想问，可是你可以告诉我，可以问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从那个台上摔下来这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是在你心中留下了很大的阴影吗？一开始是有的，因为从10几米下来，从台上掉下去吗？南京南站的2楼的送客平台，它不是这是南站吗？它不得盘桥吗？一圈一圈盘到送站口，从那桥上掉下来的，15米多。怎么掉下去的？喝多了，因为当时喝完了酒，脑子是懵的。我觉得那只有2米或者1米，底下就是草坪。我说没事，来吧。这么高啊？因为我抓不住了。我是当时想的是，我说可能我死不了，我就闭眼睛，撒手那一刹那我知道。你现在我回想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我撒手，但是再睁眼的时候，我就是在医院就听赶紧手术，赶紧手术，让我开胸。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来气了，因为我的5脏都移位了嘛。然后肠子呀、胃呀都跑在这儿了，把膈肌撞破了。我喘不来气儿，我说爸救我，爸救我。我说我喘不上来气儿，然后我就又不知道了。然后再睁眼就是 ICU。
天啊，这么严重？所以几乎就等于会死的。对，医院的主任说，他说张云雷，他说你懂医学吗？我说我不懂医学，然后他说你上网查一下，他说就你一个骨盆，你别说你伤得这么重，你一个骨盆就能把你的命要了。因为我的骨盆是摔断了。骨盆一断，这个血马上就会跑到腹腔里边来的。血跑到腹腔，你不用等到救护车来，你已经这个人就没有了。他说你能等到救护车来，然后到了医院一打开你的腹腔里，竟然一滴血都没有。哦，很神奇。就是幸运吧？就是运气好啊。这个应该有被师傅骂吧？没有，没骂，一句都没骂我。觉得捡回一条命就好了。对。当时会有恐惧，觉得会躺着动不了了吗？有过，因为我不知道，没人告诉我伤得这么重。我睁眼我就在 ICU， 我说我到底怎么了？啊，没事，受了点那个骨头骨折了。他们可没告我，肋骨也折了9根，骨盆胯骨摔断了，胳膊断了，脚是粉碎性骨折，给摔爆了。然后这边呢，骨盆断了之后，把筋割破了，然后还切了一块肺，都没人告诉我。就是这个人就是还能不能站起来还是个未知数呢，但是都告诉我啊，就骨折了。啊，我说骨折了没事儿，我当时心里想啊，没事儿。你当时没有痛到受不了哦？因为他那给我用药，止痛药什么的，我就是没有感觉痛。后来就是因为我后背他不是给我开胸嘛，然后有刀疤，我说好痛啊，然后有个护士过来帮我说我帮你揉揉，他这一摸，我说哦，我说怎么这么痛啊？啊，没事儿，你开胸了。我说不是骨折了吗？为什么还开胸啊？我再问也没人告诉我，我还是觉得没有事儿。然后有一次医院有一个主任，张云雷，我说哎，我刚看完你的相声比赛，我说哦，哎，考虑考虑幕后工作吧，以后。说完他就走了。现在可能我跟你们阐述，我能笑着说，就说完他走了，我怎么办？就是当时我就想，我说你让我说不了相声，你不让我死了，因为我跟相声已经是分不开的，我跟谁也不能说，跟谁都不能说。后来师傅上医院看我，我就哭了，我说爸爸，我说我可能瘫了，我说我还能上台吗？然后他就说，他说我的儿只要有我在就不叫事儿，如果你真瘫了，我教你说评书，坐着我也让你上台，我不会让你失去这个舞台，说评书都要坐着呀。然后他说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有我在，天塌下来都不叫事儿，你现在要想的赶紧吃，赶紧养，赶紧出院，这是你要做的。然后隔了1周吧，15天，15天我出了 ICU， 出了院之后2个月吧，我就上台表演了。哇！正好赶上德云社大封箱，我愣上台说相声了。哇！其实就是因为他的那一句话，给我的毅力，我就是那句话听了很值得哭哎。对，很有给我很大的力量。我说我一定我要争气，我说我一定要站起来。一开始学站的时候，因为不到100天不让站，我会是跪在床上。当时我心里压力很大，就那一刹那，你知道我很挣扎。我说我万一我要跪不了怎么办？我试试吧，我就扶着床，我就跪在床上了，跪着床把腰挺起来了。当时我特别开心，我说张云雷，我说你没有瘫，我说你能跪你就能站，我这样试了一下，这恢复的这么快，真的运气很好。对，就是他那一句话，给了我信心。啊，郭德纲真的很会给人家加油打气。我不知道九郎在干嘛九郎当时他在医院的时候，你有讲出一些振奋人心的话吗？我没有什么振奋，我当时其实挺怕给他压力的。当时，对他怕给我压力。他当时压力特别大，就是他人心特重。然后我见他第一面 ICU 进的时候，他看了我一眼，你怎么办？他问你说你怎么办？然后我心想，我说嘿，我这哥们儿都这样了，还有心思问我呢。当时有点感动了，有点就是一是感动，然后担心这一天，因为我第1天没有见到他，第2天才进去的。然后我也就跟他说了，也就有10秒钟的话吧，我就出来了，因为就20分钟的还是1刻钟的探视时间。九郎是不是第3天就去找别的搭档了？
没有，我没有，没跟我说，没有。你就一直等着他吗？对，我说你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算。哎，他喝多的时候你不在旁边啊？没有，因为我不喝酒，所以他一般喝酒酒局都没有我。所以他有自己其他的朋友，是不是？对，一般对喝酒有一帮。酒廊有朋友吗？有朋友，恭喜。我像没有朋友的人吗？啊，我们最后来看看呢，就是云雷的温度有何改变？最终的温度达到了多少呢？云雷的故事告诉我们，就是你不管热爱任何事情，你终究有一天不断的靠近梦想，有一天你就会真的做到你想要做的那件事。今天的故事很棒，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星辰帮我们把修复车所有的物品带回到这个舞台上。请云雷从修复车上选择一些物品，我们拿来做慈善公益。云雷，你选哪几样？我放在哪里？给我。我也可以帮忙拿。好，这里是香水，给你。香水，给你。香水，都是香水吗？香水。我想他剩下不拿的，应该是对他来讲过于重要的东西，对不对？发胶可以拿吧？发胶可以拿的，让大家见识一下你用的发胶是什么样子的。对，让大家见识一下我用的发胶有多么的厉害，真的特别好，特别硬。云雷已经挑好了这些礼物，然后我们请云雷写一张卡片给将会有荣幸可以获得你的卡片的任何一位喜欢你的人。我写什么？好好待他，好不好？或者风吹不动之类，随便都好。风吹不动，风吹不动。要签名啊，要签名。风吹不动。我祝你风吹不动。好，我希望大家参与我们的公益慈善活动。那这一次呢，云雷提供的这是香水还有发胶，风吹不动。希望大家在人生的风雨中都风吹不动。今天非常谢谢酒廊还有云雷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喜欢你们的故事，谢谢，我们下次见哦，拜拜，谢谢老师，拜拜。本节目由花花世界安全之选的沃尔沃全新 S60赞助播出。欢迎何洁还有月薪。Hello。上闲鱼 APP 搜花花万物，立即抢拍张一雷、杨九郎本期明星大家一起上节目，所以私下根本就不会联络。我们两个上一次的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大概是。真的还假的？真的。当时怎么会那么早就决定要结婚？冲动吧。这么渴望家庭哦。我18岁的时候就冲动有想过要结婚。所以你18岁冲动想结婚的那个人，跟你真的娶的那个人是同一个人吗？当然不是。如果上一个愿意结的话，都没有现在老婆了。啊？这就代表说你真的还是很爱上一个啊。夫人本人来了吗？啊。幸会，所以你们是怎么认得的？我喝点酒我就控制不住自己，我就直接表白了，一见钟情。然后他说啊，你喜欢我？哦，我喜欢他。然后他真的喜欢他，真的喜欢他。他们两个人互相是对方的备胎吗？他说他交往的每一任他都是要娶的，可是对方不结，他就只好娶下一个。只有你答应了，所以就只好娶你。